我们苗疆骨女有自己精血养育的子母骨，得了罕见病的王富贵说他爱我至深，我便将子骨给了他，帮他镇压病痛，他顺理成了我的未婚夫。我扛着2箱土鸡蛋和1麻袋番薯上城找他，他正和长相绝美的富家千金互喂美食。我上去喊他富贵哥哥，却被女人扇脸，质问我是王富贵的谁。在我期待的目光中，王富贵不给我一点情面的说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丑玩意儿。我找王富贵要个说法，却没想被人套上麻袋，打掉我5颗牙齿，面部骨折，我快要被人打死。他冷眼相看的态度让我寒了心。可是王富贵，我来找你是因为到子骨的镇压时间了，但是现在我不想帮你镇骨了，你就等着恢复成那个胖丑的模样暴体身亡吧。王富贵大学毕业后不听妈妈的约定，每年回来给子骨喂精血，这可把他老人家给急坏了，忙前忙后收拾2箱土鸡蛋和1麻袋麻薯，嘴上唠叨着，潘花啊，富贵可是你未来的丈夫，虽说他小时候得的罕见并被子骨镇压住，但要是连续3年不喂你体内母骨的精血，再过不久他就会全身发胖，露出跟他爸爸那样子丑陋的面容，最后发胖直到暴体身亡。你赶紧带着这些东西进城找富贵。一想到王富贵他老爸那个模样，我鸡皮疙瘩起一声，嘟着嘴巴说，咦，要是长成跟王叔那样子，我宁愿不要这个丈夫了，睡在一起半夜醒来会被吓死。妈妈一个暴躁打在我头上，呵斥道，那你还不赶紧去找他，要不是你小时候非要抱着他的大腿喊着长大嫁给他，我能为了你给他续命还改颜值吗？我抱着长相妩媚的妈妈大腿，笑呵呵撒娇道，还是妈妈最疼爱我了。我一人扛着30斤土特产，一路打听王富贵之前在电话里面留给我的地址，经过10天10夜路程，终于去到繁华都市，找到王富贵上班地址楼下。因为他只告诉了我他上班地址，我不知道他住哪儿，也不想告诉他我来了，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。我蹲路边看着人来人往，寻找那一抹熟悉的人影。我等啊等，终于在第2天中午，我看到王富贵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。我站起来刚想喊名字，但男人转身从车里牵出一位长相绝美身材火辣的美女，两人光天化日之下相互喂着手中的小蛋糕，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。看到这一幕我很不爽，两手一用劲，地上鸡蛋和麻薯甩到我的背上，拔腿跑过去对住王富贵喊了一句，富贵哥哥，你让潘花好找啊，找你找得好辛苦，我带着你最喜欢吃的鸡蛋和番薯来找你了。我穿着妈妈给我做的棉衣，经过好几天奔波，现在看着很像个流浪汉。但我看王富贵的眼神，他明显认出我来了，只是为何他不像以往那样子对我笑脸相待，温柔的捏我小脸摸我头了，反而眼底散发出一丝杀气，但转瞬即逝就被视线转移给压下去。我撅嘴皱眉小声道，富贵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潘花来找你，你不觉得很惊喜吗？你是谁？富贵哥哥是你能喊的吗？哪来的流浪狗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王富贵身边女人跋扈嚣张的声音响起，说完还朝着我的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，没有刚刚对王富贵那般悦耳声。王富贵双手搭在女人肩膀上，把她往后移了几步，眉眼间都是对女人的温声细语，一个眼神都没有在我身上停留过。安娜，这种人不配你来质问，她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，估计是去哪里打听了我的名字，在这里碰瓷要钱呢。你去车里等我，我处理，别让她臭味和丑模样影响到你。我震惊了，王富贵居然说我丑。我这些天奔波就为了快点见到他，睡觉都睡大街上，他还嫌弃我臭。我委屈咬紧下唇，通红的眼睛盯着王富贵。我还在想接下来是先用鸡蛋扔他，还是用番薯砸死那个女人的时候，王富贵走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，潘花妹妹，这个是我领导的女儿，脾气不太好，你快点离开这里，要不然等会儿她发疯起来连你真打啊。刚刚的话对不起啦，晚点我去找你跟你道歉，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？听到熟悉的态度，我脸色稍微好点，后退几步后道，好吧，那我晚上等你哦。晚上，王富贵如约而至找上我，他像以往一样捏我的脸，摸我毛茸茸的头顶。潘花，对不起了，今天那个是我领导的女儿，我现在工作都靠着她呢，所以对你说了那么重的话。今晚我带你去吃烤鸡。一听到吃烤鸡，我开心跳起来，跟在王富贵身后上车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用湿巾来回擦拭刚刚碰我的地方。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奢华的地方吃饭，我这里摸摸，那里看看。潘花，这些东西别乱摸。转眼一看，王富贵的眼神里对我有一丝嫌弃，还掺夹着冷意。我天生对恶意有很敏感，所以最近王富贵在我身上散发出的这些信息，让我内心很生气。不就是一堆烂破铁吗？这些玩意儿我觉得比我家里妈妈扔在角落的东西还廉价。我狼吞虎咽吃着烤鸡，嘴里塞满了烤鸡，气鼓鼓就想等着男人哄我。王富贵优雅坐在对面看着我吃，东西都没碰，一点都没有跟我道歉的意思。等我吃完后，他用纸巾擦干我嘴角的汁水说，潘花，你看我都看了，好吃的也带你吃了，我已经帮你买了车票，
等会儿8点我送你去车站，你连夜回家吧，好吗？我竖起眉头说，不好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城里，你就带我吃顿好吃的，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我还没有问你为什么不遵守妈妈的约定，每年立冬要回村里。王富贵身形一顿，他沈默几秒后道，我现在工作了，很忙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回去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我的情况不是还挺好的吗？我现在每年都去体检，医生说我很健康，不用喝那个血了。我还想说，不是的，再有1个月你就要。王富贵站起来打算了我的话道，好了，我的事情你别再操心，还是好好回家跟你妈种田吧，今晚你就给我回去，不然我没时间照顾你。男人的绝情态度让我是想不到的。我追住走出去质问他，富贵哥哥，你这么变成这样子了？小时候你都舍不得让我哭一声，还说毕业后就回村，让村里乡亲都脱贫发家致富，你现在到底怎么了？我不要自己回去，要回去你也跟住我回去。我扑在王富贵的身上，八爪鱼一样抓住他不放，他用力抖，想要把我甩下来。我眼泪流下来喊，富贵哥哥，你说以后毕业就娶我的，你骗人，你是王八蛋，你跟我回去，不然你会有大麻烦的。王富贵见周围的人都看过来，有些气急败坏走进小巷里，命令道，马攀花，你给我下来，以前说娶你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你还真信了。我流鼻涕摇摇头，才不是过家家，我是认真的，当时你也是认真的，不然的话子骨也不会种下去成功了。妈妈说了，这种子母骨需要双方两厢情愿才能种植成功，然后子骨开始听着母骨的话，认真蚕食有害元素。或许是我的纠缠让王富贵恼火，他长手一挥，打在我的脸上好几拳。我吃痛松手从他身上掉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还来不及喊疼，下一秒我头上就被套上黑色的麻袋，尖锐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，就你也配跟我抢富贵哥哥，阴魂不散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最好能打残废了。密密麻麻的木棍朝着我的头上脸上落下，那种刺痛让我短暂性失声，骨头裂掉的声音响在耳边，张着嘴巴被打掉了好几颗牙齿。我把自己的头缩在双手臂之下，他们就打我身上。迷迷糊糊中，女人朝着我的腰上踢了一脚，骂道，不要脸的贱货，我富贵哥哥也是你敢肖想的，他可是我的未婚夫，抢男人居然还抢到我身上了，再给我狠狠的打。好不容易停下来的攻击又打上了，我喊着，富贵哥哥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停下。但男人没有为我说一句话，除了木棍打在肌肉上的声音，就是王富贵对女人的担忧。我都跟你说了出来处理这个事情，你还跑出来，要是感冒了可怎么办？女人娇气道，现在只要你离开我身边超出半小时，我就浑身难受，我想跟你形影不离嘛。王富贵温声道，你这小妮子，我这一世只喜欢你一人，他不过就是一个过客。女人有些赌气道，要是我把他打死，你会心疼吗？王富贵无所谓的说，死就死咯，反正这种贱人的命没什么好留的，在村里装神弄鬼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身上疼痛加剧，身边的两人还在跟我上演恩爱戏码。之前对王富贵是生气，但如今我的内心涌上了一丝仇恨。就在我疼得快要死的时候，站在一旁的王富贵闷哼一声，低声喊道，好疼。女人担忧声袭来，富贵哥哥，你胸口怎么了？见王富贵捂住胸口，疼得说不出话，女人连忙喊道，快点别打了，开车过来送富贵哥哥去医院。寂静的夜里，我一个人痛苦缩卷在地上，脑海里无数播放着女人那句话，富贵哥哥是他的未婚夫，那我是什么？他还说我的命贱。妈妈说，男人一生只能娶一个女人，如果这个男人不忠，那么可以不要了，甚至可以毁掉。我拿出手机打视频电话给妈妈，当她看到我这个模样之后，吓得跳起来，宝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闷闷地说，妈妈，我被王富贵的未婚妻给打了。妈妈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，什么未婚妻？你是说王富贵在外面出轨了？我忍着疼痛道，应该是的。然后我把事情所有的经过都说给妈妈听，她那边沈默了1分钟后，淡淡的说，哦，那宝贝，你可以不用理会他了，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妈妈又说，宝贝，妈妈出门前给你那张卡密码是你生日，里面有200万，拿去医院治病，别留下伤口了。还有，请把王富贵给整惨了再回来，不然我可不认你是我的接班人。听到卡里有200万，我炸了。妈妈，你骗我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家这么有钱，害得我来城里为了省钱只能坐小3轮。妈妈一副很无辜的样子说，这些年我靠着蛊术肯定赚了很多钱啊。再说了，你也没问我有多少钱，是你自己没苦硬吃，觉得家里没有钱的。妈妈，我们家那些摆件拿出去一个都是无价之宝。我拿手机喊了120，住进 VIP 独立病房，让医生给我最好的治疗，把我脸上的伤给治好，面上骨裂做了手术，断掉的牙齿找牙医种植牙齿上去。我整整在医院躺了1个月才能出院，这1个月受到心理伤害和身体上的伤害，让我在王富贵身上又记恨了几分。妈妈说过，要是体内有母骨的人，一旦很上种有子骨的人，那么子骨会通过母骨发出来的怒火乱窜，同时导致子骨分泌很多微量毒素侵害人的身体，不继续蚕食的子骨就成了一个隐形炸弹。我看着镜中自己开始有了微弱变化的面容，冷笑一声，王富贵，你欺骗我的，我会加倍从你身上讨回来。我们古族最为讲义气，要是我喜欢你，我可以为了你什么都不顾，但要是背叛了我，那就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。
我有钱之后，开始学着手机上面装扮买衣服打扮自己，做造型，不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女儿吗？妈妈说了，我们家的钱可以买下一座城市。从小，妈妈就开始教我股数。同时，我也看到很多陌生人来家里跟妈妈求股，有人为了爱情，有人为了健康，求得股了之后，他们总会放下一件自己最值钱的东西，这是规矩。只是我从小就钻研股数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自然不会询问妈妈多有钱。但如今，王富贵让我上了一堂社会的课。我租了一辆最贵的豪车，开他去王富贵上班楼下等他。许多路过的人看到我一人靠在车旁，好奇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我身上。同时最引起注意的是，我挂在一旁的横幅。王富贵脚踏两只船，为了娶上暴发户女儿，舍弃年少，定下未婚妻。我看着他们举起手机，嘴里嘀咕着，这王富贵艳福不浅啊，魅力这么大的吗？我之前见过他的未婚妻，家里听说拆迁还开公司了，非常有钱。这个看着好像也不赖呀，姿色不错，还能开得起劳斯莱斯。我在楼下等王富贵的事情传得越来越远。半个小时后，王富贵姗姗来迟，他额头上满是细汗。我定眼一看，注意到他脸上开始有些水肿，但是细微的变化，要不注意是不会发现的。潘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车那弄来的？你妈妈种田不容易，你是不是把你妈的存款都拿来租车子了？王富贵一上来就指责我，声音偏大，让周围的人都听到。什么嘛？原来是个村妞在逞强呢，不知道他妈妈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气到吐血。我不理会周围人的反应，而是非常认真地看着王富贵说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跟我回去，我每个月给你50万，跟我结婚你什么都有。王富贵很不耐烦地说，潘花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？你妈妈不过是个骗人小古一，给我50万你开什么玩笑？话落，我眼神变得锋利，手上蓄力一巴掌把王富贵的脸扇转90度，趁住他没反应过来，我抓住他的肩膀，上前前倾，膝盖狠狠朝着他的裤裆方向踢上去。最后一次机会你不抓住，那么你就要承受我愤怒的后果吧！啊，潘花你疯了！嗷！王富贵痛苦弯下腰呻吟，我一个拳头往他侧腰捶上去，疼得王富贵直接倒地缩成虾米。我一脚踩在他的脸上，居高临下看着他说，这是你冷眼相看我被那个女人打的教训。我揍王富贵好久，那个打我的女人气急冲冲赶来，她看到我把自己心爱之人打在地上，红着双眼怒吼，贱人，你找死吗？当时我头上被套上黑带子，才会导致我无法反抗。现在我不用等着他靠近，我自己100米冲刺一个助跑，来一个回旋踢打在女人的胸口处。女人4脚朝天，露出裙子里面的3角布料。我的天啊，她都不穿安全裤的吗？还穿这么性感大胆，我只是看了一眼，小弟就被激活了啊，怎么办？女人抬头看到所有人拿着手机对着她的下半身录像，她羞涩把裙摆撤下去，眼泪从眼眶流出。你们都不许拍，给我删掉，要是我看谁敢发在网络上，我一定让我爸爸找人把你们给打了。随后她恶狠狠地说，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，你信不信啊？我才不听他那么多废话，手中的小石头就是对着女人投过去，百发百中，瞬间肉眼可见鼓包长起来了。现在我出手还算是轻的了，要不是妈妈说在外面不能随意下蛊，我一定要给这对狗男女下失心蛊，把2个人耍得团团转后，驱散了我内心一些阴霾，朝着女人做了鬼脸，略，有本事打回来啊，但是下次你就不会有那个机会了。说完，我上了自己租来的劳斯莱斯，一脚油门远离此地。一路上，王富贵不停给我发消息和打电话，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拿起来接听了一下。王富贵气急败坏地说，潘花，你给我回来跟安娜道歉，起码我不会跟阿姨告状，要是你再继续这么闹，别怪我回村里告诉族里的长辈。我才不怕，说那更好了，你赶紧跟村里的长辈们说我打了你和你的未婚妻吧，我迫不及待呀。这下子轮到王富贵说不出话了，因为在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，要是他回去说了那个什么安娜才是他的未婚妻，按照村里那些人的思维，肯定会把王富贵给打死。为了不让他乱搞，我说你也别想着颠倒是非，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我都有录像。电话那边非常气愤，马潘花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冷冷地说，当然是要弄死你们2个狗男女，然后火速挂断电话，车子归还租赁公司。我又打车去了一家大公司咨询业务，对住工作人员道，我需要你们跟踪2个人的行程还有资料，钱不是问题。对方见我出钱阔达，立马给我介绍2名能力出众的狗仔。我指着相册里面的女人说，给我找出他做的那些违法或者过分的事情，要是能找到他爸爸能行的证据，那么我会大大有鼓励金。掏出王富贵相片说，这个男人伪君子，给我收集他那些虚伪的面孔，我要让他临死前身败名裂。做完这些后，我想了想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我订了去海边的机票，出去喝着饮料晒太阳，又在附近游玩了一圈。狗仔发给我好几张照片，里面是王富贵去医院检查的背影，还有一张是侧脸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他的脸又肿了不少，甚至开始长脓疮，身上量身定制的西装如今看得非常的紧实。我知道他开始要招反噬了。而那个叫沈安娜的也去皮肤科看病，她近期全身瘙痒，涂了很多的药就是好不了，现在去医院医生诊断还是普通的皮肤瘙痒，但沈安娜痒得把自己皮肤都挠烂挠出血，还是痒感没有消失。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只有我知道，一般是子骨的人出去碰了不是母骨的女人，
那么子骨分泌出来的微量毒素就会传染到女人的身上，让女人一直瘙痒难忍，恨不得把整块皮都给剥掉。所以我知道王富贵碰了沈安娜。渣男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沈安娜靠着激素药打进去，人胖了20斤，皮肤上被挤压出很多长长一条的肥胖纹。而王富贵更是胖了30斤，长相越来越像他爸爸。他开始慌张了，频繁打我电话想要联系上我，联系不上打给我妈妈，妈妈也不接电话，打去村里被告知我妈说要去抓虫子，很久没回家了。甚至我还收集到了沈安娜一家拖欠非常多工人的工资，其中有一家花场，那些工人干完活故意不结算钱，每次去闹都在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理由。虽然工人想要钱，但是家里还有老小等着吃饭，不可能为了这万把块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追钱的事情上。由此，工人每次过节都会在花场门口集合追问要钱，但沈安娜也会故意找强壮的保安守在门口，即使有人闹事，也打不过会武、体力又好的年轻人。虽然我从小就待在乡下，但妈妈每天都会教我很多社会哲学，偶尔她也会带着我出去游历。人心险恶，妈妈告诉我这种人不用关注。那日，沈安娜像往常一样去医院给身上养针做治疗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那些工人。不到20分钟，一群穿着朴实、皮肤黝黑100来个中年人冲进医院大门，直冲皮肤 VIP 治疗室，也不管护士的阻拦，踢开门一眼看到沈安娜躺在床上，男人把门口团团围住，女人上去拽着沈安娜就是追债。臭狐狸精，有钱来医院消费，3年了居然不给我们结钱，躲了我们这么久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好欺负啊？沈安娜被一群汗臭味的工人给吓到了，尖叫道：你们干什么？赶紧放开我，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女人才不怕，她对上去，好啊，我也刚好想要报警，警察来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你不结算工资有理，还是我们讨要工资不对。沈安娜根本就不记得这档事情了，她皱着眉头非常嫌弃地说：我什么时候拖欠你们工资了？我不知道，别问我。他的这句话无疑是惹怒了这群工人，脸上和声音气得都快要冒火了。忽然有人看到桌面上的治疗单，喊着：我的天，他做一次治疗都花掉5万块钱，这个要连续做半个月，却不给我们结算工资。众人一听，其中年长一点的抢过治疗单上来看，随后冷笑道：我算是明白了，在他们这些有钱人眼里，根本不把我们的生命看在眼里，利用我们的朴实骗过去给他们干活，画大饼，然后再各种理由来拖欠工资的老赖，还钱还钱。哪成想沈安娜完全不想理会，而是拿手机打给了王富贵：你快点找人过来，多一点，特别是要强壮的保镖，这里有人要绑架我。他还没说完，抓住他的几个女人忍不了了，这些都是干活中的女强人，甚至可以称之为泼妇力量，要是恼怒了他们，才不管你是谁。几个人轮流在沈安娜的脸上扇巴掌，把她的手机摔在地上，甚至开始扯乱沈安娜的衣服给撕烂。紧实较好的皮肤被一群男人看去了，她羞耻红着脸，泪水哗啦啦的从眼眶上掉下来。别扯了，别扯了，我给你们钱，呜呜呜呜。只不过他身上长满了红色小颗粒，看到的男工人们却表现出一副嫌弃样子。切，穿着衣服看还挺人模狗样的，现在衣服被扯开了，看到里面的皮肤，这不会是患有性病吧？好恶心啊！被说患有性病，沈安娜恼羞成怒，她长这么大，身边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对自己毕恭毕敬的？她气愤带着哭腔道：你们给我闭嘴！工人才不会怕她，吹着口哨调侃道：大小姐，我们对你的身材不感兴趣，但要是再不结算我们的工钱，那就别怪我们把你的事情给散发出去了，我们都是没有道德低贱人类，良心没有下限。百来工人这么一闹，即使王富贵带着沈父和警察来，都无济于事，即使是暴发户，但能力也达不到要封住医院的权利。周一是医院看病人做多的时候，所有人把现场围得里3层外3层，你们赶紧把我的女儿给放了，不然我送你们去吃牢饭。沈父以为是单纯的绑架，一上来就当着警察的面喊道：几个工人也不怕死，追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现在抓到人了，他们还把沈父给抓住不给跑，对着警察说：这个老板欠我们工人一共200多万，你说说他们现在还能逍遥法外，我们却因为要不到这几万块钱工资，生活过得紧巴巴的，要是所有老板都是这样子的老赖，我们这些老百姓吃什么？沈父没想到是这个情况，转头一巴掌扇在旁边王富贵的脸上，骂道：蠢货，这种事情你没有了解清楚，居然给我报警。王富贵只是接到沈安娜遇到危险的电话，但是不知道是这样子，即使心里委屈，但面上还是不敢有一丝不甘，低头沈默，任由被沈父给瞪眼。警察看到工人们手上都有老板欠工资的证据，转头把沈父和沈安娜带回所里，而看到这2人进了派出所，防止被人捞出去。我进行第2步计划，把当天的视频还有那些工人实名举报视频给发到网络上，投了10几万流量币，不到1个小时，这件事情就传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人多力量大，后面就需要网友帮忙了。拖欠工资的老赖最恶心，恨不得把这种社会毒瘤铲除出这个世界。天啊，居然是沈安娜，这么女人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在外无非做歹，
看谁不顺眼就会找人去收拾那些弱势群体。当初一个老太太被他撞到了，他却骂老太太走路不长眼睛，推搡了一把，把老人家推倒在地去世。家属想要讨个说法，被沈安娜找人去家里给打了一顿，扔下5万块钱，拍拍屁股走人了，还放下一句贱命就值5万，要是再闹其余人弄死。警方迫于压力，很快就结案了。这个时间，那些工人拿到了自己3年前的工资，而此新闻一出，那些还没结算的工人纷纷都上门找沈家。这个就像是破开了一个口子，那么就会裂开更大的洞口。沈父这些年欺压工人太多，使用暴力压制，现在反弹了。如今他的很多工厂因为这个事情，甲方都退掉订单，取消合作。近几年，沈家都把赚来的钱都挥霍在吃喝玩乐上，欠下的工人工资一分不发，一直哭着喊穷，靠住不要脸和老赖上身玩失踪，宁愿花钱找保镖保护，也不跟工人沟通结钱。如今面对大量工人的讨伐，被限制了高消费，还不能拿钱卷路，为了不被送进牢里，只好卖房卖车凑钱把工人的钱都还上，甚至还因此欠下了120万的违约金债。曾经一直来往的追债人员，现在有了利益冲突，他们绝对会为了早点拿钱下狠手。沈父带着沈安娜一直跑，被抓住后把沈安娜给推出去。我女儿还有一点价值，我把她送给你们抵掉一些钱好不好？沈安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会把自己推出去，在绝望的眼神中被送去了红区上班赚钱还债。但沈安娜身上的皮肤病让很多客人以为患病，没人愿意点她，被管事的扔到后面去洗衣拖地做杂活。当我躺在总统套房吃着天鹅蛋糕，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心情大好。这就是你找人揍我的后果。我这个人呐，睚眦必报。王富贵四处查找我的下落，如今的他身败名裂，再见他时体重一张肿胀到200多斤，脸上的五官被肥肉挤在一起。他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双膝下跪磕头求我，潘花妹妹，富贵哥哥，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了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回去跟你结婚好不好？呜呜呜，我不要被这个模样度过下半生。我后退几步，跟王富贵拉开了点距离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让人靠近就想要吐。我学着当初他看我的表情，面无表情地说，哦，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，现在姐姐认识了好多小鲜肉，个个8块腹肌又有钱，还非常温柔，对我特好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个胖猪还恶臭的男人在一起？王富贵在我面前像条不会反抗的肥猪一样愣在原地。我扣着手上的指甲无聊地说，当初不知道是谁呢，还说要是我弄了沈安娜就会把我弄死，到最后还不知道谁弄死谁咧。王富贵震怒看向一副装单纯的我，果然是你弄的，他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毁了人家？我上前一步，一脚踹在他脸上。无冤无仇，无冤无仇会给我扇巴掌，无冤无仇会把我脸上打到骨裂，牙齿都没了。我不把他扔到蛇窟里面去，喂蛇已经算不错了，你喊什么喊，自己等着被折磨死吧。王富贵一听到这话，很恐惧地说，不，我不要死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。我把头甩到一边，不救。哪成想我拒绝后，王富贵眼里闪过杀气，从身后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死吧。还好我一直警惕着他，王富贵因为体型变胖，行动不灵敏，我快速闪过，那旁边拿起凳子从上往下朝着他的头砸过去，然后把门重重一甩关上，打电话让酒店保安把王富贵给扔出去。不到2分钟，我就在窗户边上看到王富贵被赤裸裸的扔在酒店门口。这就是金钱的味道吗？妈妈说王富贵从小就患有一种罕见的肥胖症，要是不处理，那么他的身体就会一直发胖，直到皮肤受不了裂开，然后迎接死亡。当初王叔带着肉嘟嘟的王富贵上门找妈妈求治疗，我从小就喜欢肉嘟嘟的东西，一看到王富贵我就喜欢不想撒手，抱着他的大腿闹着，以后我要当这位哥哥的老婆，我要抱着他睡觉觉。妈妈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找她种谷之人必须交出一个最为珍贵的东西或者钱。妈妈看到我如此喜欢王富贵，无奈之下就跟王叔说，让他儿子成年后做上门女婿嫁我。王叔虽说就这么一个独子，但他要是再不种谷一直发胖，就会跟他如今一样胖得走不动路，甚至迎接死亡。他想着跟我也好，就同意了。王富贵被妈妈种谷后，他开始恢复正常，甚至容貌都变得英俊不少。他作为普通孩子要出去上学工作，答应毕业后就回来跟我结婚，但他违约了。而如今我也不喜欢肉嘟嘟的东西，那么我也不用守着当初的诺言。裂谷之仇已报，我回到乡下，我一进门，妈妈同样就出现在了我身后，腰上系的瓶瓶罐罐上发出叮当沉重声。我嘟着嘴巴询问，妈妈又抓到啥好货回来了？妈妈眉眼间自豪地拍拍罐子道，当然是好货了，可费了不少劲拿到呢。说着，妈妈看到我的模样后愣住，随后道，你这是把未来老公给甩了。身旁的镜子上照出了我和妈妈相似的容貌，这才是我的真实面貌，继承了妈妈的基因，而之前一直是普通长相，是因为每年我的母虫给王富贵吸食精血，把容貌转换给了王富贵，不然按照王叔那个颜值，沈安娜会看上王富贵。如今我和王富贵一刀两断，他容貌显露，我的容貌自然自己就回来了。这段时间我一直闹着妈妈，妈咪你就教我这招子母谷秘术吧，好神奇呀！
体验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这么想学，这子母骨居然会能让一个人变得健康，还可传导容貌改变，这可太神奇了。在我的撒泼耍赖之下，妈妈答应了传授给我这传家秘术。1年后，村里来了个跟当初王叔一样体格的男人，他一进来就要找我，但被村里人给轰出去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，不配跟我们攀花沾上关系，如今你不再是我们娄山人，滚出去。当年村里人都知道王富贵要当我的未来丈夫后，在王叔死后，大家筹钱把王富贵从小学供到大学。他每年回来都会在宗师发誓，有了钱一定会带着村里人发家致富，修水泥路，新建房子，带着村里人赚钱。这让朴实的村里人都被感动哭了，全都相信王富贵会回来。但3年过去了，村里左盼右盼，1分钱不见，人还不回来了。如此忘恩负义之人，怎会不让人憎恨？王富贵胖走到村里就没有力气了，只能倒在密林中自生自灭。村里人觉得不解气的，每天都要过去往他身上撒一泡尿，倒泔水，当垃圾场一样扔垃圾。王富贵死了，我们村准备开始建大平房，修水泥路，而他的尸骨被扔到后山臭水沟里，无人帮入土为安。路通了之后，妈妈却带着我又前往更深的山间。她骂骂咧咧说，现在啥都通畅了，我那些宝贝都无法好好活动了，我们得再找一处深山老林。当知道我妈妈要走，吓得村里老人取消了修建，保留如今村里的原貌。我和妈妈是外来人，但因为古树能救人，所以村里人给我们住的地方，而此地也适合养蛊，妈妈就一直住到现在。其实我们娄山村看着很破烂，但大家的吃喝住行根本不差，因为妈妈每年都会花钱引进食物和用的发放给村民，报答让在这里居住的恩情。村里人除了没钱，其他过得非常自由自在，什么也不缺。之后我们村又恢复了平静，每一段时间就会有外地人上门找妈妈帮忙，而我认真跟在身后学习，势必要成为下一届蛊女。